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你不接我不接，人数还能往下跌。8月12号，中国民政局的最新数据出来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登记结婚对数一共是327.5万对，这是自2014年有可比数据以来同期最低值了，比去年同期又少了26.4万对，同比直接下降了7.46%。公布的上半年结婚数据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呢？一起来听听清华大学博士后学者李江涛是怎么说的，请看视频。刚刚公布的2026年的结婚数据暴露出哪些问题？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结婚的数据出来了，325万对，比这个去年同期的353万对减少了26.4万对，就是再一次的下滑。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它影响什么？它影响这个结婚，影响这个生育。我们统计一下，就是2013年的时候，一年的结婚数是1000多万，是1346万对。如果是折算成半年的话，那么也是670万对。那也就是说，现在的结婚数正儿八经是腰斩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算是奇怪现象，就是现在的离婚的上半年是138.3万对，然后呢增加了5.2%，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结婚的在减少，一年减少就是半年减少26万对，一年就是50万对。那么离婚的一年增加130多万对，那么这个半年就是260多万对。如果把这个离婚的这帮人他这个不离婚那么我们这样的话这加不起来就一年差不多有500万对，那么这样一年也得1000万对你要知道结婚就意味着生育所以很自然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个结婚导致的生育问题。现在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减少，就是新增人口减少，就是已经变成了很严重的事件。这个就是咱们分析一下80后大概有2.3亿人，而90后只有1.46亿人，也就是说80后和90后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那么这硬生生就少了8000万。前两天我看到北大的有一个老师，他研究说我们国家如果人口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的话，到2100年，现在说起来就是74年之后，我们中国的人口会变成4个亿，这个想一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口这个下降到底原因是什么？就是人口的这个减少，或者说结婚减少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个首先呢，结婚人数少，那么自然生育就少人口就下降，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因此必须破解结婚从少到多的问题，就是从这个结婚到离婚的问题。这是个全社会要关注问题，这个我们过去讲叫结婚自主，离婚自由，但是大家注意，就是这个社会必须要有一种力量去管它。现在关于促进结婚这个事儿，我们很多地方会有一些奖励，促进生育我们很多有奖励，比如说我看这个广东报出来，就广东佛山包括潮汕它有的初婚奖励8万块钱，甚至有一些地方呢，它会奖励，像山西是奖励1500块钱。我觉得这个奖励肯定对年轻人是个讨喜的事儿，这是个好事。再就是往下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对于1胎、2胎、3胎，它也给予一个奖励。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好像各个地方纷纷出台这个1胎、2胎、3胎政策，甚至有的3胎最后会奖励到10万块钱。所以这是把结婚和生育结合起来，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现在呢，就是目前呢，按照这个26年、25年、24年以及往前推，它的这个结婚是逐年下降。那么我们就要问，就是什么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结婚？我想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结婚的成本太高，这里边包括什么？住房成本，房价挺高，包括现在这个彩礼成本，包括男女交往的成本。过去大家熟悉的都是男追女，现在很多男士一看结婚这么多，房价这么高，他就干脆不追了。而且很多女的也狮子大开口，所以导致就是在大型城市女青年比较多，在农村男青年比较多。所以这种文化习俗不改变，恐怕这个结婚还会越来越多。
当然你说这个年轻人他到底想不想结婚，我们通过了解发现很多年轻人还是想结婚的，但是问题彩礼多，然后呢这个房价高，然后呢再就是男女相处，男的好像这个似乎没那么幸福，所以网上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人们就不愿意结婚。所以离婚一定是双方的事情，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缺少一种结婚文化。过去啊，比如说上了单位以后，同事还会问你要不要结婚，这个还会帮你介绍对象，现在大家都不管了。过去父母催婚，现在网上甚至把催婚当成一种父母的恶行，过了年一句话不敢说。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结婚没人管，离婚更没人管。这个两个都是独生子女凑在一起，一闹矛盾就开始闹离婚。社会上也不关注。我们现在离婚有一个叫什么冷静期1个月，但是这个冷静期和化解矛盾是不一样，只是把离婚的时间给拖后了。所以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想我们应该对这个结婚下降这个事啊，我们要重视。离婚多这个事要重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民族它的问题。这个现在就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光给钱不行，在文化上要管它，要形成一个什么，就要结婚应该好。以前结婚光荣，结婚大家都支持，不结婚不好。现在你不结婚拉倒，是吧？离婚过去是很丢人的，现在是离婚反而很好，有的甚至离了婚以后还请客来。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把文化建立起来，需要整个社会努力把这个措施建立起来，就是也需要各级政府的努力。中国的问题它是个全社会问题，政府不能放弃它的责任。而且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一个民族的繁衍呢，它是需要有一个上下共同努力的问题。过去我们国家长期人口不到1个亿，大概有7000多万嘛。大家看这个三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几百万几千万。我们国家人口大幅爆发的是因为当时我们从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把红薯引过来了，因为有了大量的这种粮食以后，才能使人口暴涨，一下大概涨到4亿多。就是人口暴涨的主要是在那个乾隆年间。那么当然我们解放后就是经过了，大家能知道，就一解放到60年代，它人口又暴涨。你看我这个年龄的父母，他们都有很多子女。你像父母，就是我这个父母里边兄弟10个8个的很多，7、8个有的是。到我们这一代，那么就出现了3个了，我们下一代就出现独生子女了。所以既然我们能计划生育，我们能不能计划去多育？所以这个问题啊，你原来就是叫大家都少生，觉得人口多是个负担，现在人口少是个问题啊。所以这些问题要从政策入手。看完上面的视频，我觉得中国正在从年轻人没钱结婚，逐渐进入年轻人重新评估婚姻是否值得的阶段。这两者完全不同，前者可以通过涨工资、降房价、发补贴来解决，后者涉及人口结构、性别关系、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以及婚姻观念等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民政部门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整个社会制度的综合性人口问题。而且我认为2026年 327.5 万对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历史新低这4个字，而是它和另外几个数据放在一起。2025年出生792万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率负的2.41%，再加上60岁以上人口 23%， 再加上2026年上半年结婚登记 327.5 万对，这4个数字放在一起看，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馈循环，那就是年轻人减少，结婚减少，生育减少，下一代年轻人更少，未来结婚人数继续减少，到最后的人口进一步老化。这就是人口学里面最麻烦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普通经济周期，而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最后我们从3个阶段去看。短期看，2026至2030年，中国结婚登记大概率仍在低位波动，偶尔因为政策红包、生肖、吉日、疫情后补偿性结婚等出现反弹，但很难恢复到过去的高峰。中期看，真正决定趋势的不是催婚政策，而是年轻人的收入预期、就业稳定性、住房成本和女性生育机会成本。
从长期看，中国很可能会逐渐接受一个现实，未来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会结婚，结婚以后普遍生2、3个孩子的这种社会结构。因此，人口政策最终应该从让所有人结婚生孩子，转向让愿意结婚的人敢结婚，让愿意生孩子的人生得起、养得起。而且不会因为生育而牺牲掉自己的人生，这是日本、韩国、欧洲几十年经验真正值得中国吸取的地方。OECD 的跨国证据也说明，住房、托育、就业安全和工作家庭平衡，这些比单纯的现金激励更接近问题的本源。只解决民政局门口的问题，解决不了人口问题，必须解决年轻人进入民政局之后，未来20年敢不敢过日子的问题。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